好，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在2026开年真的是非常的不平静啊！除了刚才我们所讨论到的以色列跟伊朗又开打之外呢，在邻近的包括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也陷入了战争。2月26号，阿富汗攻击了巴基斯坦的边境部队之后呢，巴基斯坦在2月27号就回敬。然后也报复呢，攻击了这个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还有第二大城坎达哈。巴基斯坦的防长阿西夫表示，目前这个局势已经相当于两国在全面开战。路透社对比了双方的军力啊，那也向外界表示说呢，现在这个巴基斯坦拥有66万名的现役军人，阿富汗只有17万。另外，在装甲车辆方面呢，巴基斯坦有超过6000辆、4600门的各式火炮。阿富汗这边呢，虽然有苏联时期的主战坦克、装甲运兵车啊、火炮等等装备，但是数量不明。巴基斯坦的空军呢是有大概465架战斗机，还有超过260架的直升机。反看阿富汗呢，只有6架苏联时代的老飞机跟23架直升机啊。那我们要说这些军力上的数量上种种比较下来，账面上光是看这个数量就知道巴基斯坦是完全碾压阿富汗。可是阿富汗呢，曾经有一个帝国坟场之称啊，因为它曾经让苏联，就是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还有呢像美国这些超级强权吃过鳖。可是毕竟那是之前的事情，现在时空背景的转换呢，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其实我觉得这两国之间呢，应该还是不脱小打小闹的这个状态。就是说，因为其实主要的问题还在就是说，阿富汗的这个神学制政权重新恢复好这个接掌权力之后，他这个时候其实因为毕竟神学制政权底下有非常多这种所谓的那个伊斯兰激进组织或伊斯兰激进分子。那过去其实这些人常常往往是常常接受到那个巴基斯坦庇护的。其实你看那个整个阿富汗跟巴基斯坦边境都是这些人在。相互往来，但这些人呢，当现在等到一旦阿富汗重新赶走了原先的这个亲美西方的政权，然后重新建立了这样一个神权统治机构以后，那这些人回去，然后呢，开始又晋级私动了。其实现在对美国来讲，美国如果真的把这个伊朗那个干掉的话，对，我们刚刚就讲到延续上一个那个小时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他把这个伊朗这个彻底的歼灭跟毁坏了以后，这个时候这些伊斯兰激进组织的这些人就会毫无阻拦的流进伊朗，甚至流进那个西欧。所以对那个巴基斯坦来说，他现在其实就是挡住这些这个激进的回教分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线。那这些人他之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说现在他会跟那个巴基斯坦弄不好，因为主要就是当过去。当他离开了巴基斯坦庇护所，回到那个阿富汗，然后开始自我膨胀，认为要开始对周边的这个伊斯兰弟兄去宣扬他们的这个教派跟教威之后，那自然会让巴基斯坦这一些的国家会影响到他的统治阶层的这个安全。所以那再加上这些神学士的这些这个士兵们这个往往就是不长眼的去袭击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哨站。其实之前已经有相当多巴基斯坦的这个哨站遭到神学士这些士兵们袭击。那因此巴基斯坦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报复性的攻击，而且我觉得这个报复性攻击是传达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就是要警告那个神学制政府，你要好好管好这些你底下这些小喽啰们，如果他们这个继续这样乱搞，到外面那个要把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回教激进意识，然后去输出到周边的地区引起周边的国家的这个不安的话，那这个时候巴基斯坦会强化他攻击的力道，甚至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神学制政权的这样的安危。因为其实你神学制政权的确他把这个亲西方的政权赶走，但是整体来说，它还是很需要来自于周边的各种的这样一个协助跟支援。那如果这个时候巴基斯坦把它断掉，因为其实长期以往巴基斯坦跟神学制政权的关系相当不错。如果今天巴基斯坦断掉，然后那这个时候伊朗如果说当然如果那个美国真的把伊朗击垮，伊朗这边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输出口的话，那后面其实那个可能就是引发整个天下大乱局势。但是我相信美国跟以色列他们在对伊朗这个过程中，应该也会考虑到最近巴基斯坦形势的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啦，那个神学士政权受到这样一个强力的警告之后，因为这个部分来讲，以那个巴基斯坦绝对不会傻到挥兵进攻这个阿富汗，因为挥兵进攻杀进去对他一点好处就还不至于就对了。对，他不至于。然后但是就是要透过这样一个边境军事行动，给那个喀布尔的神学制政权一个非常明确且清楚的警告讯息。对。
规模不至于扩大，或是不至于蔓延啊。马老师也是这么认为嘛，哈。因为现在也看到说，我们回顾一下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他们两国，其实曾经有个蜜月期啊，在画面右方我们看到他们曾经还一起联手。对付共同的敌人，但现在没想到却反目成仇啊！这个巴基斯坦当时的总理啊，就是时任总理叫做伊姆兰汗呢，他曾经还称许，他说阿富汗人打破了奴役的枷锁，但是没有想到说这个过去呢联手对抗共同敌人的两个如胶似漆的国家呢，那现在呢却反目成仇。那但是也看到说，中国大陆的方面啊，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也特别对于这个中方对巴基斯坦跟阿富汗的冲突升级表达了忧虑跟痛心。好，曾经是这么好的这个国家，现在换成了就是塔利班执政掌权以后，反而就是造成了两国的交恶啊。这背后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可能会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两个国家，因为他们是邻国啊，那巴基斯坦的这个战略角色非常特殊，就是他跟印度的关系很不好，所以如果他在跟阿富汗不好，其实对他来讲腹背受敌，这不是一个好的选项哦。所以在2021年美军撤走阿富汗的时候，其实巴基斯坦想尝试跟这个阿富汗就是交好，那这个交好背后有一个很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巴基斯坦的境内有所谓的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就是塔利班也在巴基斯坦境内有他的组织，大约1万多人。那这是一个恐怖组织。那这个恐怖组织本来照巴基斯坦政府的想法，是我跟塔利班政权交好以后，其实你就会控制在我境内的这些恐怖组织势力，让他们不要太过分。可是，在过去的这个4、5年以来，他这个恐怖攻击还是不断，特别是他会对政府的警察、军队做攻击。那这件事情一直发生，那这件事情就会让巴基斯坦觉得说，我跟你交往也没什么用嘛。那再加上，其实这两个国家在过去从这个1893年开始，这个划界的问题，就是说杜兰县的问题，其实双方一直没有处理好。也就是说，这两个邻国本来就有矛盾，再加上巴基斯坦政府对于现在的阿富汗塔利班的一些期待也落空，那就没什么好讲的，就是那双方一有矛盾的时候，我就动手了。所以我觉得这背后的深层的因素，主要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没有去好好的控制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利班政权，而造成巴基斯坦政府的一个重大的困扰。对，现在这个议题其实也在考验着中国大陆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啊，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中方的发言人啊，由他们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那表达了对于两国的冲突升级啊感到了忧虑，那甚至是痛心。那当然也呼吁呢双方能够保持冷静克制，透过对话来解决分歧，并且希望双方都能够尽快的协议，然后呢达成停火。中方呢也正在持续的斡旋调解，希望能够推动局势的降温啊。所以现在，当中国大陆面对了这个地区的冲突，当然虽然这是巴基斯坦跟阿富汗之间的事情啊，但是或多或少也正在考验着中国大陆的地缘影响力。处理上，中方可能接下来会采取哪些方式？我想当然是这个劝和促谈啊。那不过这个问题是比较难处理的。那是不是中国大陆会被卡在巴基斯坦跟这个阿富汗之间啊？可能性也不大。中国大陆我觉得会比较担心的就是阿富汗倒向印度。如果阿富汗倒向印度的话，那对中国大陆就比较不利了。那就阿富汗跟这个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哈，那个是根源于2个因素，一个是领土的争执，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所谓的这个就是这个双方民族主义的一个冲突。所以这个是很难解决的。这个中国大陆不是不知道，而且中国大陆在这个过去的一段也吃了很多亏，因为“一带一路”这个中巴经济走廊很多都经过这些2个敏感地带，一个是普什图人，一个是贝鲁兹人的地带。那其实普什图人是这个巴基斯坦的一个少数民族，占巴基斯坦总民族量大概15.4%。那可是呢，普什图人他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在阿富汗是占他的民族里面，阿富汗也是多民族的，他占42%。那你要知道，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一条现在的阿富汗跟巴基斯坦的这个边界线啊，是当初一个英国殖民者的一个军官他自己画下去的。画下去以后，
争议不断，阿富汗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从这个普什图人的这个居住的地中间把它划开了，那所以这条线就是英国人留下来的一个冲突的线了。那所以事实上，刚刚提到那个所谓的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大部分都是普什图人。那巴基斯坦的这个塔利班，他们的寻求政治目的是独立，所以他就受到对岸的这个他们的同族人、同是普什图人的这个阿富汗这个支持。对，所以这里面有领土冲突，也有民族之间同个种族，但是是不同的国。对，不同，他被这个，因为那个西方帝国主义都是把一个民族把它割裂，然后留下来这些问题留下来坑，让这些永远殖民时期的遗害。这就是英国殖民主义最有名的叫分而治之，就把你民族给你分开，然后让你的永远分成2个不同的国家，让你永远的这个永久的冲突，对，还有永久的冲突，所以这个很难处理的。倒是说，因为这个其实你要知道，阿富汗的塔利班当时是谁帮他成立的？是巴基斯坦帮他成立的。他们有今天应该要感谢巴基斯坦，因为在70年代的时候，当时苏联入侵阿富汗，巴基斯坦跟美国因为怕苏联的力量进入到这个南亚，所以他们就协助成立了这个塔利班。是，所以塔利班的幕后当时的支持者，巴基斯坦是其中之一。可是问题我就觉得说，就阿富汗跟巴基斯坦有这个先天存在的领土跟民族之间的纠纷，所以这个还是会翻脸的。那现在就变成就是说，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印度就对就是对阿富汗的塔利班呢下手，然后呢给予他很多的支持。而且呢，主要针对谁？主要针对巴基斯坦，次要针对谁？次要中国大陆。所以，如果印度的势力进入到这个阿富汗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巴基斯坦甚至中国大陆都是不利的。所以，在这个上面，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又有共同利益。对。所以，在这个事情扩大之前巴基斯坦就说印度就是一个怎么样煽风点火的国家。那这个为什么印度事实上跟阿富汗的这个关系在去年底的有一个突破，也就阿富汗的外长，塔利班政权的外长，在去年10月到印度去访问，双方进行了很多更密切的合作。这个会造成就变成本来边界本来就是纷纷扰扰的，已经几十年都是这样，那突然这个矛盾增高我觉得这里面最主要是印度的角色，让巴基斯坦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要用一个比较坚决的方式展现他的立场，然后做一个清理，所以这个不会再继续扩大。可是呢，这个从巴基斯坦角度来看，它是向这个阿富汗政权塔利班政权这个发出一个强硬的讯号，然后就是说这个你不要跟印度走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他也不希望阿富汗倒向印度。阿富汗事实上呢，阿富汗的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的这些领导人落役到北京已经去过好几次对他们最寄望的当然还是北京啦。对，因为北京有庞大的这个基建能力跟这个国际影响力。对于阿富汗这个政权来讲的话，现在没有几个国家承认它大陆好像也还没有承认然后印度也还没有承认那所以就变成他们当然是首先争取的还是中国大陆。可是问题就是因为跟巴基斯坦的矛盾，像阿富汗对于这个印度伸出来一只手，让印度的力量那么进去。其实过去在巴基斯坦里面的巴基斯坦的塔利班，他幕后最大的支持者其实是印度其实是印度。那么也有说美国也是其中的支持者，不过这对于巴基斯坦来讲是一个隐患，因为这个有在他的境内寻求独立，等于说要分割他的领土，这个是他的核心利益。对，然后又有外援，这个外援呢过去是印度，现在呢阿富汗又跟他们这个巴基斯坦里面的塔利班因为同族都是普什图人总之其实现在这样听起来，就是照3位老师的研判，就是冲突
发生了，但是不至于会扩大啊，也不至于会延续太久啊，小打小闹。但是巴基斯坦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果持续的跟阿富汗交恶的话，他会不会让自己陷入一个同时必须得面对，特别是印度现在又来一个阿富汗的腹背受敌的局面？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2月24号，大家都知道，俄乌战争已经满4周年了。在我们录影的今天，已经是进到第5年的几天后了。那美联社呢，在最近提供了6组的关键数据啊，给外界参考，包括了俄乌双方因为这场战争死伤大约有180万人，乌克兰平民死亡14999人，将近15000了。那俄方呢占领了19.4%的乌克兰领土，俄军攻击乌克兰医院高达2881次。盟军对乌军的军援呢降幅是13%，还有590万名乌克兰人因为这场战争而逃往国外。确实啊，这个人民的出走对于乌克兰来讲是非常大的损失。法国总统马克宏在2月26号则表示说，这场战争正演变成莫斯科的3重失败，因为他说呢，俄军伤亡人数高达120万，这是2战以来俄罗斯最惨重的伤亡，这绝对不是胜利，而是俄罗斯在军事、经济跟战略上的全面溃败。这场仗不但没有能够削弱对手，反而让北约更加巩固，彻底暴露了旧时代帝国主义的脆弱性。但乌克兰何尝不是啊？因为这场战争，乌克兰的伤损恐怕呢比俄罗斯还要多。总归那句话，战争没有赢家。所以马老师怎么看啊？现在陷入谈判僵局的俄乌双方啊，他们现在要讨论的是说，现在可以谈，可是就是因为领土问题谈不拢，好，这个一直陷入一个僵局。可是必须也要想，接下来再谈也没有结果，我们必须各自去考量到的损失跟那个停损点。那些因素是什么？首先就是其实谈判最近应该都持续在进行，然后 Donald Trump 在今年应该下重手，就是说，因为川普希望在6月之前可以先结束，因为美国下半年要开始这个期中选举越来越近了哦，所以川普现在有点急。但是就像主持人刚刚讲，其实领土问题要解决的确非常困难，但是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整个乌俄战争除了刚才乌克兰跟俄罗斯双边的伤损之外，我觉得它对全球带来的影响是持续的。那第一个，你我中午买的便当其实价格都变贵了，大家以为这件事情跟乌俄战争没有关系，其实它是联动的，因为在乌俄战争之后，只要全世界有一个战争持续在发生，这个世界的物价就会一直往上涨，造成通膨。它牵涉到的不光是能源，还牵涉到交通的运输，还有这个粮食的生产各方面，它都联动。所以只要有战争持续打的话，这个世界的经济上面，我们成长再怎么厉害，还是会有很强的通货膨胀。那现在我认为俄罗斯的这个内部的通货膨胀问题也是非常严重哦。2026年 IMF 的估计，俄罗斯的经济成长大概在0.5到1.5之间，可是它通货膨胀的4%，换句话说，它相当于在承受着年成长率负成长3%的这个困境，所以压力应该是很大。那乌俄战争，我认为第二个对全球的影响是，当这个世界上有大型战争在发生的时候，其他国家蠢蠢欲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在2022到2026，大家可以细数一下，包含以哈冲突、以伊的冲突、亚塞拜然的冲突，然后还有包含这个土耳其跟这个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还有太检的冲突。然后还有阿富汗跟巴基斯坦的冲突，这些冲突你不要看起来好像没有联动性，在我看来，当这个世界上有大型战争发生的时候，这些国家会想说，那我也来试一试。所以你会感觉到从2022年以来到现在，整个世界局势，特别在和平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是不安的。所以这两个议题会持续的影响全世界，不管是经济的通货膨胀，或者是战争的蠢蠢欲动。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全球得要共同关注、持续关注的这个现象。现在有一个关键就在于说，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在认为啊，在这场消耗战，因为现在已经进到了几乎是消耗战，
这个球赛下半场的时间，都认为对方一定耗不过的，所以我一定能够跟他比底气，我是能够撑得过去的。可是现在就是陷入一个僵局。战场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状况是如何啊？因为这个战争研究所有分析，俄军开始准备要发动另一波，就新的一年度的这个春季攻势啊，就在顿内茨克州的要塞带要发动2026的春季攻势。准备期间呢，也先部署了火炮跟无人机，炮击了要塞带的北端，距离前线14公里的据点叫做比连克这个地方。那在完成了准备阶段之后呢，俄军最近可能要发动地面攻势，要在这个要塞带的南端呢进行战场的空中封锁，那透过后方的空袭来打击前线后方100公里以内的目标，而且还向这个地方叫做斯拉维扬斯克这个方向来增派兵力。那这次又其实春式攻击，我们真的听了，你看4年就是等于是来来回回，每一年的春天都是来一个春季的攻势啊。但这次的春季攻势瞄准顿内茨克州，肖伟兄觉得，而且是瞄准了要塞带啊，俄军能够大举的一举大幅的推进这个更大的战果吗？你觉得？目前其实来看啊，我个人真的认为难度很高。为什么？其实俄军在这4年的消耗之中啊，他的真正的专业性的这个军人消耗掉数量相当的这个多，而且啊，这个专业的军人的这个损失，往往可能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弥补过来。所以像俄罗斯，他最近也在用到那种类似像公庙义勇队这个概念，你知道吗？什么叫公庙义勇队啊？民团的概念。民团。但是其实这些民团进到前线之后，其实给前线部队带来非常大的困扰。为什么？因为这些民团他可能比如一个班这个8个人来了2个民团这样人，那对于我一个班的班长来讲，我要命令你去那个作战或干嘛，这些人可能不见得服从命令，也就是说这些人的服从性的往往会让这些班的这个指挥官或者说甚至于连这些基层部队的这些指挥官非常的头痛。那也就是说，这些人往往第一那个对于这些基层部队的指挥官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第一，就把他们放出去做这种消耗性的这种任务。他们出去就可能就被3下2下被乌克兰军队砰打死了，然后去减少自己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往往在部队里面会影响到你真正部队的这样一个生存性，而造成了困扰。对，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对，那所以如果未来这个也有一些其他国家认为说可以应用这种公庙义勇队跟正规军结合，可以强化所谓的什么防卫韧性，千万不要这样想，这是很危险的想法跟行为。那当然，为什么会在顿内茨克州要动手了？因为其实顿内茨克州就是当初俄罗斯认为就是这乌东这几州里面应该就是要属于俄罗斯的，而且呢乌克兰当初在顿内茨克这几个州里面，相对来说那种所谓的排俄的这种动作做得最彻底。那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彻底的控制顿内茨克州是他认为未来跟乌克兰在进行谈判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依据。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我在谈判说你现在顿内茨克州已经全部被我占领了，你还要回去干什么等等之类，对乌克兰来说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越来越变成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一个议题。现在乌克兰还积极反抗的一个原因是顿内茨克州你还没有办法全面控制嘛。但你说俄罗斯他现在有没有办法能够那么顺的就把这几个州打下来呢？难度很高，因为我们刚刚讲，第一是这个专业部队的这个损失之外，第二现在两边因为由于这种无人机以及各种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战场耗损呢，让双方已经缺乏一个完全能够打破这个所谓的那个军事平衡状态的这样一个态势。像你说一战的时候，出现坦克车，然后就把原先的豪舰战打破。二战的时候呢，当然也有很多这种关键性的新武器，但当然最主要还是靠数量。数量永远是战场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铁则。但是现在俄罗斯的问题就是它集中不了决定胜负的数量，而且即便有数量，这些部队的这些士官兵呢，他本身的素质已经跟4年前开战当时俄军素质相去甚远了。那对于但是相对来说，乌克兰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乌克兰在这些年来，虽然说好像大家感觉看到的数量乌克兰好像相对来说损失比俄罗斯少很多，但是我觉得那很多是因为为了在宣传上刻意不要让大家觉得乌克兰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但实际上，你看整个2025年下半年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进行这种所谓的渗透跟这种所谓的渗透攻击跟这个控制领土面积是的确有相当大的扩展。虽然最近也有很多人说乌克兰夺回了不少领土夺回了300多平方公里，但是整体来说都无济于事了。对，基本上无济于事了。那也就是说，俄罗斯在整个俄乌冲突现在这个态势里面，还是拥有一个优势，但是它的优势却又不足以产生一个完全翻盘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未来它即便要发动这个要塞带攻势，它想要的战略目标是：第一，控制全部的顿内茨克州；第二，它的这个战术能力能不能够达成它的战略目标，大有问题。是等待谈判
的结果的同时，就是反正俄乌双方就是继续打，在军事上，在外交上呢就继续谈。可是呢，也看到了2月26号这个美国介入，就是由特使呢来介入斡旋这个俄乌双方的和谈这个部分呢，结束了日内瓦的会谈之后呢，也听到了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他就表示说呢，他预料也预期下一轮三方谈判会在3月初在阿布达比举行。那法新社也报道说呢，虽然这个没有针对领土这些关键议题达成共识或做出妥协双方都是但是泽连斯基呢也打算呢，他有谈到打算在3月在阿布达比要准备领导层级的会晤，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能够见到普丁是最好，可是普丁会愿意见泽连斯基吗？所以现在回到了一个好像鬼打墙的局面就是为了领土争议大使看似无解在无解当中有没有可能有一线的解放，或者说要等到一个什么样的 timing， 这个 timing 也好，或者变数也好出现以后，这个局才会往前再进一步。川普是很喜欢用所谓的这个 time pressure， 就是时间压力来给这个谈判的对手一个压力。那1个月以前吧，泽连斯基他讲了，他说川普跟我讲说6月以前一定要搞定了，6月是 deadline， 你如果过的话，那就不行了后果很严重。川普一定是这样讲。那所以我觉得现在比如说就川普来讲话，他这个3个难搞的事第一个委内瑞拉搞定了，现在就是伊朗，大概也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那接下来我认为就是俄乌战争了。俄乌战争它划在6月，3月也是一个关键点所以泽连斯基他可能他自己心里有数。那当然关键他要见普丁，他提过很多次。你觉得他见得到吗？普丁都不见他。然后川普上讲说他们2个人关系很不好，见不到。那当然要见面的时候，就是泽连斯基要把土地的版图要送出来的时候，普丁才会见他。那6月是一个很可能的是一个停火。